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拆解一个你我可能都深信不疑的观念，那就是压力有害健康。这一次的分析，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带你走一趟完整的科学旅程。我们会先从我们对压力的普遍误解开始，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一项颠覆性的研究数据，这个数据真的会让你吓一跳。接着，我们会深入到生理层面，看看心态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身体的运作。最后，我们会找到驾驭压力，甚至将它转化为力量的具体方法。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OK， 第一个问题，我们直接切入核心。压力是你的敌人吗？我想绝大多数人的答案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是，对吧？毕竟从我们上学时的健康教育，到出社会后公司的各种讲座，甚至是媒体上各种心灵鸡汤、冥想 App， 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观念：压力是万恶之源，它会让你免疫力下降，让你焦虑、失眠，让你变胖，让你记忆力衰退。所以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是想尽办法去避免它、减少它、消除它。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好像零压力的生活才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这句话是来自一位叫做凯利·麦高尼格的健康心理学家。他过去的工作就是研究压力，并且到处演讲，告诉大家压力有多可怕。你看，连顶尖的专家都这么说，难怪我们一般人会把压力当成洪水猛兽，真的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后来发现，他过去10几年来传递的讯息，可能不只是错的，甚至是有害的。重点来喽！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真正对你造成致命伤害的，可能不是你工作上的压力，不是你经济上的压力，而是你脑中那个相信压力有害的、根深蒂固的想法呢？这听起来有点唯心论，对吧？好像在讲什么吸引力法则一样。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科学证据，可能会让你彻底改观。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整个观念翻转的核心证据。我们要来看一项在美国进行的长期大型研究，而这项研究的结论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过去几十年公共卫生的基本假设。这个研究的规模真的非常扎实，他们找了整整3万名的美国成年人，然后花了8年的时间去追踪他们的健康数据。8年哦，这不是那种找几十个人做1-2个月的短期实验，它的数据可信度非常非常高。在研究的一开始，他们只问了受试者2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在过去1年，你承受了多少压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你相信压力对你的健康有害吗？问完之后，他们就放着，然后花了8年时间去比对公开的死亡记录，看看谁活下来了，谁没有。OK， 大家仔细看这张图，这就是那2个问题得出的惊人结果。首先，研究人员发现，在过去1年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死亡风险确实大幅增加了 43%。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果然没错嘛，压力就是杀手。但这个但是超级重要。这个增加 43% 的结论只适用于那些同时也相信压力有害的人。那另外一组呢？那些同样承受着高压力但不认为压力有害的人，他们的死亡风险不止没有增加，反而是整个研究中所有组别里最低的。你没听错，承受高压力但心态正面的人，比那些每天过得很轻松、几乎没压力的人，死亡风险还要低。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这就表示压力本身可能带有一种保护机制，但这个机制只会在你相信它的时候被启动。这真的太疯狂了，对吧？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杀死人的不是压力，而是你跟压力的关系。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研究人员根据这个惊人的数据做了一个推算，他们估计在这长达8年的研究期间，全美国大约有18.2万人并不是死于压力本身。我再重复一次，让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你脑中。杀死这18万多人的不是压力本身，而是他们相信压力有害的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就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你坚信压力会搞垮你的身体，所以当压力来临时，你的身体就真的用一种会被搞垮的方式去回应，最后就导致了悲剧。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平均一下，等于每年有超过2万人是因为这个想法而过早死亡。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它已经超过了皮肤癌、艾滋病，甚至是凶杀案的年均死亡人数，成为了当时美国第15大死因。一个抽象的想法，竟然比这些我们熟知的物理杀手还要致命。好，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到底是什么巫术？一个想法怎么可能对身体造成这么大的实质影响？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来看生理层面的证据。到底一个简单的信念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哈佛大学做的一个经典实验，叫做社交压力测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有多恐怖。首先，你被带进一个房间，要站在一群专家面前，脸上还打着刺眼的强光，有摄影机对着你。然后，你被要求在5分钟内，针对你个人最大的缺点这个主题，进行一场即兴演讲。而且台下的评审还被特别交代，要给你各种轻蔑、不耐烦、翻白眼的表情。好，等你被公开羞辱的差不多了，第2关心算。你要从996开始，每次减7，大声的、快速的算出来。旁边的实验人员还会一直吼你：“快点，太慢了！停，你算错了，从头开始。”是不是光用听的就觉得压力山大？在这种极端压力下，任何人都会出现典型的压力反应，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手心冒汗。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些反应解读为焦虑，觉得完蛋了，我应付不来。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威胁反应。在这种反应下，你的心跳加速，同时你的血管会紧紧地收缩起来。你可以想象成你家的水管突然被用力捏紧了，水流，也就是你的血液要通过就变得非常困难，整个系统的压力就会飙高。偶尔一次还好，但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温床。但实验的重点来了，研究人员把另一组受试者在测试前先教导他们一件事，请你重新解读你的压力反应。他们告诉受试者，等一下你心跳加速，那是你的身体在为你注入能量，帮助你迎接挑战。呼吸急促，没问题，那是在为你的大脑输送更多氧气。当受试者被引导用这种挑战反应来看待压力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心跳一样在加速，但他们的血管却是保持放松舒张。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理状态，它非常健康，跟你感到喜悦、兴奋或鼓起勇气时的身体状态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微小的生理差异影响真的非常巨大。你想想看，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压力事件，从工作报告、公开演讲到家庭争吵，每一次你都让你的血管像被捏紧的水管一样，跟你每一次都让它保持像兴奋时那样的放松状态。这2种模式长期累积下来，可能就是决定你50岁心脏病发还是能健康活到90岁的关键。这就是所谓的勇气的生理学，你的心态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理。好，这只是压力反应的第一个秘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酷的，我们继续看下去。除了让我们准备好战斗或逃跑之外，压力反应其实还有一个内建的非常强大的机制来帮助我们，而这个机制跟一个我们可能都听过，但通常都理解错了的荷尔蒙有关。这个荷尔蒙叫做催产素 oxytocin， 它有个很可爱的绰号叫拥抱荷尔蒙，因为当你拥抱或是跟亲近的人互动时，身体就会释放它。
它的主要功能是微调我们大脑的社交本能，让我们渴望与人连结，增强同理心，更愿意去信任和帮助我们关心的人。基本上，它就是让我们变得更亲社会，更懂得与人合作的荷尔蒙。好，第二个大反转来了。你可能不知道，催产素它其实也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当你感到压力时，你的脑下垂体就会大量分泌这玩意儿。它跟你心跳加速时分泌的肾上腺素一样，都是压力反应的标准配备。那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身体要分泌这种社交荷尔蒙呢？这就是人体设计的奥妙之处。催产素在压力下的作用是促使你去寻求支持，它在轻轻推你一把，用生理机制告诉你，嘿，别自己硬撑，去跟朋友聊聊吧，去跟家人说你现在的感受。我们的生理反应天生就希望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被关心我们的人所围绕。这还不是全部，催产素对身体还有超强的保护作用，它可以保护你的心血管系统，让血管在压力下保持放松。它还是天然的抗发炎剂。最神奇的是，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心脏上面有催产素的受体，它可以帮助心脏细胞在受到压力损害后进行再生和修复。没错，这个压力荷尔蒙竟然能强化你的心脏。最好玩的部分来了，所有这些催产素带来的生理好处，都可以透过社交互动来增强。也就是说，当你在压力下去找人帮忙，或是去帮别人时，你会释放更多的催产素，这会让你的压力反应变得更健康，也让你从压力中恢复得更快。这简直就是一个内建在我们体内完美的韧性机制，而启动这个机制的钥匙就是人际连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压力下打电话跟朋友吐苦水会感觉好很多，那不只是心理作用，更是生理上的疗愈过程。好，简单整理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发现。第一，把压力视为挑战，可以从生理上改变你的心血管反应，把它变成一种健康的勇气模式。第二，压力会分泌催产素，促使我们向外求助，而与人连结又能反过来强化这个保护机制。那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最直接、最强大，而且人人都能做到的方法，来打造我们面对压力的终极韧性。这又是另一个大型追踪研究，研究人员问了1000名成年人2个问题：你去年经历了多少重大压力事件，比方说财务危机、家庭变故等等，以及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帮助朋友、邻居或社区里的人。接着，他们追踪了这些人未来5年的死亡率。结果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对于每一个重大的压力事件，死亡风险会增加30%。但是对于那些花时间关怀他人的人来说，这个因为压力而增加的死亡风险完全消失了，不是减少哦，是归零 ，zero。这个结论非常简单，却无比强大。关怀能够创造出最强的心理韧性。当你把注意力从自己的问题转移到如何帮助别人时，你就启动了体内最强大的抗压机制，你释放了更多的催产素。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感，你强化了社会连结，这一切加总起来，就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罩。所以整件事情的最终启示是什么？其实就是这句话：我们生命的目标不该是追求一个没有压力的人生，因为那不仅不可能，可能也毫无意义。更有益的目标是去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而当你追求意义时，不论是创业、养育子女，还是学习新技能，压力必然会随之而来。但这份科学告诉我们，你天生就具备应对它的所有工具。所以下一次，当你感觉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时，希望你会想起今天的内容。你可以试着告诉自己，这不是焦虑，这是我的身体在给我能量，帮助我迎接挑战。当你选择用这种方式看待压力，你不只是在应对压力，你其实是在做一个更深层的宣告。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人生的难题，而且你永远记得，你不是一个人。你与世界的连结就是你最强的盔甲。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
真正有害的不是压力，而是相信压力有害这个信念。这个信念本身就可能成为美国前15大死因。第二，当你把压力视为挑战而非威胁，你的生理反应会变得更健康，你的血管会保持放松，这就是永续的生理学。第三，压力会释放拥抱荷尔蒙催产素，促使我们与人连结，而透过关怀他人，更能建立起最强大的心理韧性，甚至能让压力的负面影响归零。最终，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远比躲避压力来得更重要。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